歡迎嚟到懸疑檔案。1987年2月20號深夜， Terry 啱啱打完保齡球返屋企，一打開道門，佢就見到妻子 Roxanne 成身都係血咁瞓咗喺廚房嘅地板度，佢嘅連身裙俾人揭起咗，底褲被拉到腳眼，已經冇咗生命跡象。於是 Terry 馬上報警。City police. Oh my God! My wife has been murdered. My wife has been murdered. Now listen to me, okay? She is dead. She has been cut. I'm gonna get some information from you. I want to get a car started, okay? No, get 50 cars started. No, they are started. No. Don't scream into the phone because the phone distorts and I can't understand you that well, okay? You got a recorder. No, I'm trying to get some information from you, okay? Yeah, right. 警方到達現場之後，發現 Terry 表現得非常激動，無奈之下，佢哋唯有叫 Terry 坐上警車等待。警方視察現場環境之後，並冇發現強行進入嘅跡象。現場留低嘅線索並唔多，除咗地板上嘅幾處血跡之外，仲有一個爛咗嘅平底鑊同埋一個刀套，但係把刀就唔見咗。廚房嘅櫃桶俾人打開咗，警方懷疑呢把刀就係喺呢度攞出嚟嘅，呢一點非常奇怪。一般情況嚟講，兇手應該會攜帶自己嘅作案工具，而唔會慌失失咁喺受害人嘅屋企度揾工具，除非兇手就係住喺呢間屋入邊嘅人。除此之外，警方亦都喺電話度發現咗 Roxanne 嘅血跡，相信係 Terry 打電話報警嗰陣留低嘅。之後，警方將 Terry 帶到警局協助調查，但係 Terry 就即刻要求要律師陪同。呢一點對於受害者嘅家屬嚟講好唔尋常，所以警方好快就將 Terry 鎖定為頭號嫌疑人。喺審訊室， Terry 話咗俾警方知當晚所發生嘅事。當晚佢同妻子 Roxanne 收工之後，就各自揸車去到市中心嘅一間餐廳食晚飯。食完晚飯之後，佢哋就去到咗保齡球場打保齡球。 Terry 回憶話，由於保齡球場嘅女性唔多，所以 Roxanne 一入到去就即刻吸引咗大家嘅目光。接近深夜時分， Roxanne 打到有啲攰，所以想要返屋企休息。不過 Terry 就覺得意猶未盡，所以佢就留低玩多一陣。佢攬住 Roxanne 錫咗佢一啖，叮囑佢要小心揸車，之後就叫 Roxanne 自己返屋企先。大約45分鐘之後， Terry 返到咗屋企，一打開道門就見到恐怖嘅景象。佢話俾警方知，佢當時托起咗妻子嘅頭，檢查佢仲有冇氣息，之後先至打電話報警，所以先至會喺電話度留低血跡。另外，佢哋屋企後門嘅門鎖亦都有少少問題，所以兇手好有可能係喺呢度入屋㗎。經過解剖之後， Roxanne 嘅頭部有瘀傷，法醫推斷 Roxanne 應該係俾人用平底鑊攻擊，再用刀割喉。另外， Roxanne 曾經遭到性侵，法醫亦都成功喺體內採集到少量嘅兇手 DNA 樣本。可惜案發當時嘅 DNA 檢測技術並唔成熟，所以鑑證人員亦都冇辦法做啲乜嘢。佢哋唯有先將 DNA 樣本保存好，希望日後可以進行檢測。與此同時，警方亦都對 Terry 同埋 Roxanne 展開咗背景調查。Roxanne 生於1956年，係屋企嘅大女。由於父母離咗婚，所以佢哋三姊弟經常都會喺兩個家庭度來回奔波。不過 Roxanne 好生性，佢孭起咗媽媽嘅責任，幫手照顧細佬妹，所以細佬妹都視佢為家庭中嘅基石，並會親切咁稱佢為 Rock。當時 Roxanne 喺 Terry 爸爸嘅公司度工作，並認識咗 Terry， 雙方一見鍾情，好快就墮入愛河。佢哋喺1982年結婚，並喺 Michigan 一個叫做 Niles 嘅小鎮定居。結婚之後，佢哋依然好似糖黐豆咁，一齊返工放工，一齊食飯，羨煞旁人。
不過唔知道係咪因為長期形影不離嘅生活而感到厭倦， Roxanne 遞咗辭職信，並喺印第安納嘅 South Bend 度揾到咗一份客服嘅工作。之後雙方都有咗外遇。由於 Terry 之前嘅表現異常激動，再加埋外遇嘅事，直接加深咗 Terry 嘅嫌疑。當時其中一位警探仲直接對住 Terry 講：我知道你就係兇手，我一定會將你送入監獄。不過 Roxanne 嘅妹妹 Janet 就企咗喺姐夫呢邊，佢相信 Terry 係無辜嘅。Janet 表示，雖然有時 Terry 講嘢非常尖酸刻薄，但係佢並唔係一個易怒同埋暴力嘅人。雖然警方一直認為 Terry 就係兇手，不過佢哋始終都冇揾到足夠嘅證據可以起訴佢。幾個月之後，案件依然冇任何嘅進展，所以就變成咗懸案。Terry 亦都成為咗眾矢之的，大家一見到佢都會叫佢 Slash。自此之後，小鎮入邊嘅居民喺夜晚都冇辦法瞓得安寧，就算自己已經鎖好咗門窗，佢哋依然擔心自己會成為下一個受害者。1999年 DNA 檢測技術逐漸成熟，警方將當年喺 Roxanne 身上採集到嘅 DNA 樣本輸入咗 Codis 數據庫，可惜並冇揾到匹配嘅樣本。另外，鑑證人員亦都將 DNA 樣本同 Terry 嘅 DNA 進行比對，但係就唔吻合。雖然係咁，但係警方依然冇排除 Terry 嘅嫌疑，案件又再次被擱置。直到2020年，喺案發嘅33年之後，案情迎嚟咗轉機。懸案小組重啟咗 Roxanne 案嘅調查工作。由於當時嘅科技唔發達，案件嘅所有資料都係記錄喺張紙度，想要重新展開調查並唔容易。於是負責呢單案嘅 Chuck 警探就揾嚟咗 Ashlyn 博士幫手。Ashlyn 博士係 WMU 嘅刑事司法研究課程嘅教授，佢一直以嚟都有同 Michigan 警方合作。佢喺大學度成立咗一個懸案小組，致力於協助警方破獲 Michigan 嘅陳年舊案同埋失蹤案件。Ashlyn 博士叫懸案小組嘅學生將 Roxanne 案長達3500幾頁嘅文件分類整理好，輸入電腦，方便警方查閱。與此同時，Chuck 警探揾到咗一間專門研究基因族譜嘅公司，並委託佢哋幫手檢測當年兇手留低嘅 DNA， 希望可以通過 DNA 族譜揾到兇手。由於兇手嘅 DNA 樣本太細，只有平時檢測所需量嘅3%，亦都係佢哋有史以嚟遇到最細嘅樣本，咁樣大大咁增加咗檢測嘅難度。就連公司嘅創辦人都認為呢個係一項不可能嘅任務。公司嘅團隊花咗10個月嘅時間進行檢測，但係始終都冇得到任何有用嘅信息。當大家都以為呢單案將會永遠成為懸案嘅時候，公司嘅研究顧問 Gabriella 就一直都唔肯放棄。佢認為佢有能力可以揾到兇手。2021年4月 Gabriella 接手咗檢測工作，佢仔細咁檢測咗 DNA 樣本，成功生成出 DNA 族譜，確定咗兇手係一個白人。呢個時候，網上已經出現咗好多提供族譜匹配嘅網站。通過大家自願提供嘅 DNA 樣本，網站龐大嘅數據庫可以幫大家揾到失散已久嘅屋企人。呢啲網站亦都曾經幫警方破獲咗唔少塵封已久嘅懸案。於是 Gabriella 將兇手嘅 DNA 輸入網站，呢個 DNA 族譜可以話係將兇手嘅祖宗18代都揾咗出嚟。Gabriella 一代一代咁慢慢揾，終於揾到咗兇手嘅家族。呢個家族有3個仔， Gabriella 相信其中一個仔就係兇手。於是 Gabriella 將結果話咗俾 Chuck 警探知，警方即刻就對呢3個仔展開咗背景調查。其中2個仔都被警方排除咗嫌疑。警方相信剩低嘅呢個人就係佢哋要揾嘅兇手。呢個男人叫做 Patrick， 佢喺案發當時就居住喺 Roxanne 嘅屋企附近。佢有酗酒同埋吸毒嘅前科。最重要嘅一點係
佢曾經因為盜竊同埋企圖強姦而坐過監。1979年喺 Roxanne 案發生嘅8年之前，一個叫做 Maureen 嘅女人曾經被 Patrick 襲擊。當時 Maureen 同丈夫 Robert 同埋2個女定居喺 Indiana。Maureen 係一位友善熱情嘅美術老師，而 Robert 就係一位城市經濟總監。有一晚 Robert 啱啱喺外地出差返嚟，喺返屋企嘅途中，佢發現自己唔記得帶鎖匙，於是佢就停咗喺路邊，打咗個電話俾 Maureen， 叫佢唔好將側門上鎖。大約夜晚11點 Robert 返到咗屋企，但係佢嘅屋企前邊就停咗好幾架警車，佢嘅心即刻就有咗唔好嘅預感。佢馬上落車，直到見到妻子同埋2個女，佢先放下咗心頭大石。Maureen 冷靜咁同佢講咗頭先所發生嘅事。當時 Maureen 喺樓上間房瞓緊覺，突然之間佢聽到樓下有一啲聲，所以就落樓睇下乜嘢事。佢見到 Patrick 喺樓下抄緊佢嘅手袋。呢個時候 Patrick 亦都發現咗 Maureen， 於是 Maureen 即刻轉身打算跑返上樓。Patrick 亦都追咗上去，最終 Patrick 喺樓梯口捉住咗 Maureen， 將佢推跌喺地下，並打算要強姦佢。喺呢個無助嘅時刻， Maureen 冇反抗，亦都冇大嗌，因為佢唔想驚醒喺樓上瞓覺嘅2個女，令到 Patrick 有機會傷害佢哋。不過 Patrick 最終都係放棄咗，佢只係拎咗 Maureen 嘅手袋就開門逃走咗。1個禮拜之後， Patrick 因為交通違例而被警察截停。喺檢查 Patrick 嘅證件嗰陣，警察發現副駕駛座度放住幾張 Maureen 嘅信用卡，於是 Patrick 馬上被逮捕。喺審訊室 ，Patrick 話俾警方知，佢只係記得佢入咗間屋，之後佢就斷咗片。最終 Patrick 因為盜竊同埋企圖強姦而被判入獄14年。不過 Patrick 只係服刑咗7年就被提早釋放。4個月之後 Roxanne 就遇害啦。Patrick 好有可能就係兇手。雖然警方而家有咗嫌疑人，但係佢哋仲需要攞到 Patrick 嘅 DNA 先至可以肯定佢係咪兇手。如果貿然上門請佢協助調查，可能會打草驚蛇。於是警方決定24小時秘密監視 Patrick。喺監視嘅過程中，警方發現 Patrick 有食煙，佢哋知道呢個係一個收集佢 DNA 嘅好機會。有一日 Patrick 進入咗自助洗衫店洗衫，喺等待嘅時候 Patrick 去咗鋪頭出邊食煙，於是監視小組嘅一位警員即刻落車，行到 Patrick 嘅身邊，點着咗支煙，並同佢傾咗幾句。冇幾耐之後 Patrick 掉咗煙頭返去洗衣店。呢個時候警員即刻將煙頭執起，並送到實驗室進行檢測。幾日之後 DNA 檢測報告出爐， Patrick 同兇手嘅 DNA 吻合。警方嘅士氣大振，佢哋揾咗34年嘅兇手終於落網。2021年7月，警方將 Patrick 請到警局問話。警方話俾佢知，佢係嚟協助調查一單舊案㗎。之後警方俾佢睇咗 Roxanne 嘅相。That girl look familiar? You ever met her before? Never met her. Maybe that's a newer picture. Here's an older picture. Never seen her, never met her, don't know who she is. 當警方同 Patrick 講，佢哋想要同佢傾下 Roxanne 單案嗰陣， Patrick 就即刻表現得好激動，並要求要見律師。2022年2月 ，Patrick 正式被逮捕。I can't believe I did it. If I did it, well, you saying I did, so I'm a monster, man. If I did that, that's a monster. That's a monster, man. Let me ask you this. How do you think your DNA was found with her? I have no clue. How do you think? I have no clue, man. 2022年4月，本案正式開審。Patrick 喺庭上選擇咗拒絕答辯，亦即係話佢唔宣稱自己冇罪，但係亦都唔承認有罪。喺判刑之前，Roxanne 嘅細佬妹喺庭上表達咗自己嘅感受。
His actions gave all of us a life sentence, while he got to live most of his as a free man. And we are here today to see him finally pay something for what he's done, which is likely the rest of his life in a cage like the vile animal that he is. It seems people like him tend to find Jesus in prison. Don't bother looking, because the devil will be the only one greeting you. 之後 Patrick 亦都喺庭上向家屬道歉。I can't believe I did what I did. And I pray for them every night. And I am so sorry. I just hope that sometime in the future, with God's help, that they can start to forgive me. 最終67歲嘅 Patrick 被控2級謀殺罪名成立，被判23至50年有期徒刑。